我用这银元准备去加工银手镯去。这今天老板嫌麻烦，想给我换。你看看我这会不会吃亏呀？这银元啊，我都不用看，用银元加工银手镯肯定吃亏啊。你有钱直接买成品不就行了吗？我先瞅瞅。不是加工，是兑换。直接给他们换成品。我就怕他卖的成品没有我的银元的银子纯。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含银量肯定没现在的成品首饰纯。你这2块分别是皮盒和国内的盒子，这2块状态还都不错了。大清轩山啊，你别看虽然说没给分阿后点，但好歹是一块带板的。另外一块未流通的三角元冤大头，虽然说是一块冤大头，但状态带钻光。拿这2块银元去加工银手镯，这看来这银元不是你的呀。昨天还不是我的东西今天就变成我的了。因为俺闺蜜去做个美容，把我的银手镯弄丢了，这是她赔给我的。做美容确实容易丢首饰，那闺蜜应该是没养成随手收起来的好习惯，赔给你2银元，足以说明她对银元也不太懂。因为你无论啥样的银手镯和这2块银元相比较，那价值肯定错了个多啊。你说这话是看不起谁呀？我那银手镯是10年前去云南旅游买的，那手工做的，那贵得很。现在叫我去加工银手镯，我还得给人家掏工费。那给师傅工费太正常了，关键是银元毁坏太可惜了。20多颗以前大家用银元加工银手镯是为了省钱，现在去加工，一是款式不好看，二是银元的价值远远高于成品。你不用掏任何钱，人家老板啊，免费都给你换都可以。他就是这样说的，我感觉里边有大问题。他说免费给我换成品，我把他给我换的是个假的。假倒是不假，你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是你担心的银手镯是假的，而别人是另有所图。你想想，人家开金店卖首饰的，不可能有假的。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完全就是相中你这2银元了。所以我现在找你鉴定一下。一是怕他的首饰是假，二是我担心我出的工费。你帮忙看看能值多少钱。你说这句话就对了，估一下价值，心里更有谱。说不定给你估完价之后你都不想戴银手镯了。那我戴啥？有可能戴其他颜色了。先说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冤大头。MS64加的高分，这是评级比里边的准冠军分，这还是小版三角元，你要是挂个8年之类的，这都得上5万了。好在你这个状态不错，价格应该在2000多一块吧？就这一块银元2000多吗？对啊。我的个妈呀，这银元她应该拿了她男朋友的吧？这可被你说着了，这银元绝对是拿别人的，不然不可能送给你这2块贵重的东西。因为你另外一块这个大清轩山带个好版，大家经常说大清易得一点难求，指的就是这个阿后点。这个版在大清轩山里边存世量最少了，虽说你这个皮盒没跟分，但是好在状态不错。大清看龙鳞花枝，你看一下，它这相当于是没怎么流通，恐怕这一块最少也得卖个1万好几了。我没有听错吧？没听错，一块比一块贵。对，这2块加在一起能买一只金手镯了。那确实，我这一次发达了。真可以买一只金手镯了。但是你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那闺蜜应该也不是外人，既然她弄丢了你的银手镯了，结果她不懂，赔你2银元，这一下子价值1万多了，能买个金手镯了，我感觉恐怕你也不忍心要她的这2银元。我为什么不要呀？不要白不要，从我这个村儿都没这个店了。我今天就卖给你，然后我再去买金手镯去。你看咱俩都说半天了，你之前不懂价值也就算了，现在我都给你估这么高的价，你得设身处地为那闺蜜考虑一下。这她拿她男朋友的银元，这指望有一天她男朋友给她要到时候再来找你要，那俩不是撕破脸皮吗？这东西我不要，我要不了。你不要算了，你不要我卖给其他人去。这上门的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你老板你是不是有毛病呗？那你找其他人去吧。俺爷给我留下50万一块的银元，这惊喜没想到来的太意外了正好今天我准备卖了，咱也去大城市买套房住。50万一块的应该是军阀币，特别少见。去大城市买房子50万，你说能买啥房子嘞？来，我先看你这啥的银元吧。你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好，我都已经找专家帮忙估过价了。说我这块银元值50万，只多不少。我这还以为是一块军阀币嘞，你这原来是一块34年的北洋龙。
先不说这个带不带斑，就冲你这外边这一层酱菜包浆的话，确实是漂亮，好像也不带啥斑，也就是一块34年的长尾龙，高额头，全龙鳞，全字口，虽说状态不错，但是你这想卖50万的话，这很难啊。听你说这话是几个意思呀？你这是先褒后贬。什么叫想卖50万难？同样是做生意收银员，人家那网上专家可是估的是50万，而且一再叮嘱只多不少。你这说难卖50万，那你说能值几十万？哎呀，能值多少钱不是某1-2个人说了算的。我给你来讲一下啊，其实这种北洋龙啊，首先在过去它比较常见，属于晚清那时候的主流货币，存世量比较大。虽说你这个品相保存的不错，但是也不是几十万的币种。另外啊，你找的人也不对。网上一些所谓的专家啊，他说能值50万，但是啊，他不一定能给到你钱啊。我们都谈好长时间了啊，50万的现金，他们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就差我们拿着银元过去了。就像别人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去之前来你这里一程，就怕50万这次卖亏了。哎呀，卖亏！哎，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别说卖50万了，你就是卖1万，说实话，这个你就是挑着灯笼也难去找啊。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就是拿着银元，你去他们指定的地点，你别说50万，估计你1分钱也拿不到，到最后啊，你还得给他们留下点钱。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不给我钱，我肯定不会卖给他。对，我是卖东西的，怎么可能会给他留下钱嘞？不现实。哎呀，你是不懂他们的套路啊！你没拿银元过去之前，他告诉你值50万，你肯定开心又激动。当你拿着银元过去之后啊，他会告诉你，说实话，能卖50万以上，让你鉴定上牌，而这些鉴定上牌啊，他是都需要钱的呀。反正我感觉卖的越多越好。你说谁和钱过不去？你要是我的话，你肯定也是卖的越多越好呀。哎，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正中别人下怀，你越想卖高价，别人越让你付出的越多。还是那句话，你这个34年北洋龙比较常见，过去啊家家户户都有，你这个确实是与众不同。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面了。你看这种包浆啊，是属于百年酱菜，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北洋龙，比较普通的多一些，老包浆、老味道的太少了。这种包浆啊，其实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名片，相当于是万里挑一。你这个北洋状态保存的更好，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哎，这特别清晰，没有丝毫的磨损。额头嘞也是高高的，包括它这个字口，包括两面，你看字口都是属于全身大。咋说哎？你这个我给你现在估价的话，大概价值可能也能卖个6000左右吧。6000？对，人家给我50万，你给我6000，你不会骗我的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因为啥6000的东西给你开到50万，说实话，他们就是想挣你的一些鉴定费，挣你一些其他费用。我建议你啊，你还是不要去，因为这个回收银元的地方比较多，你可以多打听行情，多问问价。哎，你去老地方，说实话，你给人家送钱也不至于啊。再说钱你也卖不了。咦，老板，你说这么多，你是不是想低价给我收了啊？不，我肯定不会相信你，人家都给我出了这个价了，我肯定得去看看啊，对不对？那你算算也行，那你算算吧。还是我之前那个银锭子啊，我朋友啊50万给我买走了啊，他准备卖100万的，折腾1年了也没卖出去。确实不是100万的锭子，你这个是属于商锭，字口啊虽说比较好，但是卖100万难如登天。他也知道卖100万比较难，关键是我没钱给他啊。这抵押给你们能不能抵押50万？你看，你别开玩笑了。我给你讲一下这个50两的银锭，它在过去是属于商锭。你看光绪年月，哎，是它的生产日期。河南丰茂人是银锭的商号，锭面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包浆。你看它这个蜂窝看着也非常舒服，但是50万我看不到这价格。你看不到也没关系，我这找了一个富二代买家，他放秤上一称还不到10斤，我重量啊没有50两。你这个富二代啥都不懂啊！过去1斤是16两，1两是37.3克，过去50两也就1800多克，加上这100十年的流通痕迹啊，多少有点损耗，不到10斤很正常。我拖着这重量完全没啥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我说重量，他就给他解释不清了。我回去再给他说一声。另外这个东西怎么能少化它减压下真假？你开啥玩笑啊？银锭是恁家祖传下来的，这好好的东西，你用火烧来检验真假太可笑了。这好好的锭子烧坏了以后，你说你卖给谁去？这是富二代说的啊，他说怕卡了，我想着烧一下也无所谓吧，省得以后再有什么麻烦。你可拉倒吧，这银锭不能用火烧来检验真假，这东西这一看这都是一眼货，你熔了的话，它就是废银子一堆。银子你现在说实话按斤去买才6块钱一颗，你不破坏它才有古董的属性啊。哦，那我都告诉他不烧了。哎，对，关键是他嫌弃这上面太脏了，这该咋弄啊？才能弄得白白亮亮的。你这问题啊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显得很没水平。你这个清洗和火烧，它概念是一样的。你把它拴了白白净净的话，反而不好。因为银锭啊，首先看了拿到手，第一眼就是它的包浆，只有包浆，对吧？银锭才会有老气儿。这种包浆它并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是优点。你这个锭子好就好在它这字口比较清晰，光绪年月河南丰茂人，你看字口非常有理。这幸亏是一个商锭，如果是一个官锭的话，这都可厉害了。定型你看也是非常标准，符合我们河南的定型。因为河南的商锭啊并不是太多，又有那么多钱庄检验过，所以这个真假你就让他放心就行了。包浆只是其中之一的参考，最主要的还是看它的这个蜂窝。你这个蜂窝啊看着非常自然，这一看这都是过去的东西。现在虽然说科技发达了，但是老工艺做出来了模仿不来。综合你这个锭子整体品相而言，还是那句话，10万还是可以的。哦，那我把你的原话告诉他吧。对，之前他还说把上面那些带窟窿眼的地方专门给填实了。现在应该没必要了吧？你这个富二代很奇葩，这想起来一出是一出，你千万别盯他了。保持原定型，保持原定不能变，烧啊、洗啊、焊接啊，这都有可能折价。他对这个收藏啊，他不懂，他胡搞的话，这个价值啊会大打折扣。那我这幸亏没听他的，对，不然就亏大发了。哎，最后还想请你帮我写一个，价值50万的证明，能不能行？抱歉，这个证明我帮不了你。银锭的真假，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非常清楚了。如果这个富二代啊，他对这个真假有质疑，或者是对你这个锭子不放心，你可以让他去找那个正规的这个鉴定公司入一下盒，入盒鉴定一下。如果说能入盒，这个真假完全没问题。这一我看，这不用入盒，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那好吧，既然你方便，我就不为难你了。还是谢谢你的鉴定。不用客气，拿的时候小心一点，千万别摔住了就行。好，没事。老板，我听说这老江头有几十万一块的啊，你看俺家里边，家传几百块啊，你帮我看看能值几千万？什么老江头的银元，还能值几十万？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老江头的银元啊。来，我看一下。你自己来看看吧。我看这些银元都不是便宜的啊。俺妈说那一块在过去都能娶妻生子了。你这些银元，这都是冤大头啊！这什么老江头我们都没听说过。在过去娶妻生子啊谈不上，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不对吧？我可是找拍卖公司的人看过了啊，这里边的哪一块都能值30多万啊！你可仔细给我看好啊！我这大概看了看，你这里边这都是普通的年份，袁大头38、90 4个年份，除了8年贵一点，没看到你这里边有什么大珍。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的银元啊都这样，值30万左右的那都得是大本了。拍卖公司难道忽悠我了？我大本都跟别人交过定金了，准备去提一辆 S 级的高配的。哎呀，你抓紧时间把那个押金跟人家赶紧要过来去。值30万的大头，我告诉你长什么样，就像这种普通的这种袁大头吧，它这个地方它都得带一行，就是英文签字，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签字版，那一块都得大几百万了。大几百万？对。那我大本都不提了，我得重新考虑去提一辆劳斯莱斯了。兄弟，你是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吗？我刚才给你举例说明签字版，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并不是说你这些银元啊，它都能值几十万、值上百万。还有就是说了，你说的那个拍卖公司，他们的话并不可信。我看你这都是普通的大头，你这卖了恐怕不但不够买大本的，你这首付估计都不够。
你说这话你看不起谁了？你可别说，这银元是按银子价钱算啊，我可不是那好忽悠的呀。哎呀，放心吧，咱这鉴定估价童叟无欺，该值多少钱咱都告诉你值多少钱。首先啊，以你这些冤大头为例哈，咱就简单的说一说，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这有些拍卖啊，给你报几十万一个，那都是有的都是一眼假的东西，你这最起码这都是真的。100%都是真的。俺老太爷小的时候都传下来了，他才传给我。哎呀，真假确实是没啥问题，但是不至于卖几十万一个。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只有8年值点钱。我看你这里边有一块8年，看只可惜啊，你这上面带了一个小戳字，不带戳的也就2000多块钱，你这带戳的也就1000多块钱呗。那么便宜吗？你这给网上报的价钱，这家伙差10.8千里啊！那你现在太低了吧？市场价大概也就这样子吧。你想想，8年最稀少，你况且都是这个样子了，对吧？就像另外的这些3年啊、9年啊、10年这3个年份里边，这价格就更便宜了。就以你这些无伤无戳的为例啊，排除一切小板，就目前你这些通货，一个1100一个，100块就给你按11万吧。这价钱太低了。对，这别说我买大奔了，我这连17万的车都买不动啊。对呀，你这指望这些银元肯定买不了啥车，因为这些都是常见的银元，存世量太大了。恁家有几百块，他家有几百块，你说谁来买这个单呢？这你说这不值钱？对，拍卖公司来说一个值几十万，这我到底该相信谁？这个问题啊，你就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了。其实它就像小马过河一样，你这也老大不小了。这一块如果真能值30万的话，最关键是谁去买单，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你在网上也多了解一下他那拍卖的那个骗局，省得被别人忽悠了。另外呢，你再拿着这些银元啊，实体店多找人问问，这个价钱啊，自然而然你啥都懂了。好吧，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行，那你再转转。好，谢谢啊。没事。我男朋友送我一块订婚银元，我拿回家了，俺妈看看说是假的，你帮忙给我看看嘞。那既然是订婚银元，一般都不会用假银元。你这个大金宣三，我看这是一眼开门啊。我妈说过了，银元都是冤大头，像这种龙阳很贵，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的多。贵倒谈不上多贵，主要是恁妈对银元了解不深。冤大头比较常见嘛，大清宣三也是常见的龙阳。你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字口全身的，龙鳞花枝都比较完整，包浆还很好。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小了，这才订婚？对呀，我择偶的要求比较高。我今年37岁了，找个男朋友快50了。我妈刚开始还不愿意。她看我男朋友对我比较好，也就妥协了，她就心软了呗。那确实是这样，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银元真假没问题，给你还拿着吧。你先别着急啊，真假没问题就行。这个银元我在网上查了，有人说值30万，是真的是假的？30万，我觉得你查了有问题。我看你这个大金宣三，这龙尾出云，属于深版，也不是那种比较稀少的阿后点，这品相流通光，很一般。即使是那种远光带转光，对吧？未流通的品相，打个皮壳给个最高分，也值不了30万啊。确实是有人给我报价30万，我还以为是遇到骗子了嘞。结果又找一个加工师又咨询了一下，没想到他们给我报的更高，值40万。哎呀，像你这种情况，在网上询价很正常。你别说拿一块大金宣三问他们，对吧？他给你说30万、40万，你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个石头疙瘩，他们也告诉你这是天价的这个陨石。你这比喻大类意思是遇到了大忽悠了呗？对，两个人都说值钱，不会是有假吗？你这个银元具体能值多少钱啊？和你在网上找几个人询价没关系。一般网上那些打着鉴定专家的名号来给你估价的，都是有套路的。无论你拿什么给他们看，他们都会给你动辄给你报几十万，有的甚至是上百万。前提啊，就是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们，一系列后续还有各种费用。你最后对吧，让你出钱，肯定要高于这个银元本身的价值。听你说的话又不像是假嘞，那你说我这块银元到底能值多少钱呢？能值多少钱？其实你这个男友啊，应该是心知肚明了，毕竟啊，这是他送给你的订婚礼物。他肯定知道，他说不到1个数吧，具体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不到一个数，那就是不到1万，这价格才是大庆轩山标准的市场价。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你这个大庆，首先它流通过，品相各方面来说不是那种未流通的状态，所以相对价格优势就低很多。然后它也不是那种最值钱的安后点，你即使是安后点，价格也就比普通的这个大庆贵几千块。虽说流通过，但是整体状态还行。大庆主要是看它这个花质，你看你这个花质非常清晰，加上龙鳞也比较完整，包浆各方面也不差吧。个人看市场价也就是大几千块钱吧。大几千大几千嘛，只要不是假的就行。对，一下子有人说几十万，我这个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幸亏没多跑一趟。你多跑一趟，说实话，估计你的男友也会拉着你不让你去。你想想看，他买的时候就不到1万，怎么可能市面上对吧？有人给你出几十万了，这价格很不正常。事出反常必有妖，反正你这是幸亏没去，估计去的话，也算是白跑一趟吧。这不得感谢你的耐心讲解吗？要不是你的话呗，我还真想去试试嘞。哎呀，实话实说这个各行如隔山，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不要轻易去尝试。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姻缘不假，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不如好好的把你这个爱情把握好。姻缘以后可以给孩子们当个传家宝，比啥都强。走，好，听你嘞，好，谢谢老板。没事。我感觉我这一次在发财了用200块钱换过来一件老酒壶。据说这个东西是袁世凯用过的。200块钱买回来一个酒壶，这看着也不像酒壶啊！你说谁家的酒壶这有2个口啊？俺朋友说了他都不是酒壶的话，他才是个老古董。哎呀，不能别人说是啥你就认为是啥。这个东西看器型的话，这是文房里用的水滴研磨用的。你看水从这个地方注入进去，然后从这一头慢慢的渗出，东西看着挺别致，这古色古香200块钱买回来，这也没漏可见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都已经花800块钱找天津的一个古董鉴定机构鉴定过了他说了现在市场价最少80万以上。我这激动2天都没睡着觉了。你这是典型的花钱买高兴，相当于是花800块钱鉴定出来一个没用的结果。绝对有用。他说了又给我推荐一个更高级的专家说的只要花1600还可以再帮我鉴定一次有可能我卖100多万。你先打住吧，你先不要激动的太早，我花半分钟给你讲一下这些鉴定机构的套路他们首先是利用你啥都不懂又想捡大漏发大财的心理。你别说你拿这个水滴他给你报几十万，你就随便现在去农村那破门破箱子取下来一个铜钱，他们也能告诉你值几十万。最简单的就是你这个水滴你是花200块钱买回来的，花800块钱鉴定你图的啥嘞？还有你再花1600鉴定成值100多万，你在我这里你不花1分钱，我说它值200万，你说这有意义吗？老板咱俩不抬杠你是不知道我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这是俺一个朋友欠我200块钱我在他家桌子上拿的，经过他的同意他说抵账了。你的朋友如果真有值几十万的东西你说他随便会放桌子上吗？最起码那朋友这连啥都不知道，你说他会值钱吗？咱朋友不知道很正常专家都说了这个老酒壶很有可能都是袁世凯用过的，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哎呀，看来你是对专家的话深信不疑了。那我就简单的给你来讲一下这个水滴。首先，专家说是酒壶，它这个鉴定站不住脚。还是那句话，你说谁家的酒壶这有2个口了，对吧？这里边得装多少酒，它够它漏了呀。再说了，你这个酒壶容积力那么小，这当酒壶的话，这不是来搞笑了吗？它既然不是酒壶的话，自然说实话，这个东西和袁世凯也没一丁点关系。过去人喝酒只是装个样子而已这是相当于修真的专家是这样给我解释的。你们看法不一样而已。专家一口咬定了说的这都是袁世凯用过的。你这个专家很有可能就要打脸了。袁世凯是民国5年去世的，你这个水滴你看上面我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你看它标注的时间是民国16年，这生产日期和袁世凯去世整整是相差了11年。你也不用太较真儿
我都怕他们给我报100万报低了。你看看，你能给我报多少吧？你这个专家给你报了100万，这相当于是全宇宙最高了。刚才我就跟你说了，你这是文房用的水滴，首先属于民俗件，你放平时价格都不高。首先我看这个水滴啊，并不倒带，通过水滴这个包浆来看，应该是属于近代做旧而成，包浆不自然，包括它这个铜质，你看焊接的工艺比较明显。年限应该也就是最近这些年了，我个人看价钱的话，也就200块钱以内吧，高了估计也没有人要。你这个价钱估的真是奇葩。人家天津的专家给我100万，你给我200以内，对，你这不是往我身上泼凉水了吗？泼凉水倒不至于，这个说实话啊，我给你报的都是实价。你这个我感觉啊，你这个想卖100多万，你这是想发财。这出门有好多这个回收鉴定的，你找他们多看看，多问问，别再花钱了，别再花多冤枉钱了。老板，你不懂就算了，我去找。你再转转吧，再转。来，老板，哎呀，你这收古董不收？收。祖传的聚宝盆啊，正儿八经的纯银得有50-60斤。哎呀，重量确实够沉的，50斤绝对是有。如果这是纯金属材质的，重量会更重。这里边竟然还有图案，几个孩童在戏水，看着这盆的工艺啊。我感觉应该是不老。你说这是恁家里边祖传的，这话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我实话实说吧，这个纯银的大鱼缸啊，是我老丈人养鱼用的，在他家里啊，传承几代人了。要不是今天手续费嘛，我咋着都不会变现。年轻人，你就是再急用钱，也不能搬别人家里边的东西变现啊。这个是原则问题。像你说的手起背，应该是玩牌之类输钱了。是嘞，我看你年龄也不大。沾上陋习啊，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我劝你啊，早点远离排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比变卖家里边的祖产要强很多。再说了，那老丈人家里边的一个养鱼的缸，你咋管知道他是传承几代人的古董呢？这还对呀，告诉我了。说他以前过去3代人以上，都是有钱人。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他处对象。说实话，追我的女孩多的是，我不就图他一个钱吗？小伙子，我觉得你这三观有问题啊！年轻人谈对象不能一味的往钱上看，结婚说实话，这都是一辈子的事。你找对象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如果你这都没结婚，都抱着别人的古董来卖，这很不合适。如果被发现了，轻则分手，重则吃牢饭。虽然你很年轻，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你绝对不能犯。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昨天我们结的婚，不然今天也不会抱着这个古董出来应急。我现在就是手头有点紧，等我以后发达了，我会10倍100倍的奉还。10倍100倍奉还，你这话说的确实很好听。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这50斤是银子的话，还值不少钱嘞。你现在一颗银子也便宜，6块钱一颗吧，5、6、3千，3、5、15万。如果按古董价钱就更贵了，因为古董的价值远远要高于这个银子本身。你银子啥时候买都有，而古董啊，说不定传世了就那么几件。对，我觉得啊，你这还是跟那老丈人商量一下为好。不用商量，刚才就告诉你了，10年河东，10年河西。现在我是运气不好，不等于以后我没有发财的机会啊。你就告诉我这个聚宝盆能值多少钱吧？哎呀，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你擅自抱着别人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聚宝盆你不懂也很正常。我给你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盆。首先它这个材质不是银的，我们玩一辈子这个金银了，是不是银子还一眼能看出来嘞。外面虽然说是白色的，但是并不是银的，敲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这很明显啊，这都是瓷的，和我们家里边和面那个盆材质一样。另外也不是什么古董，没有一丁点这个老气。你包括它上面这个花纹以及盆中央的这个彩绘，这很明显啊，这都是烧制而成的。经过我这简单的一番讲解，你这很明显这都是现代的东西而已，大概价值也就是一顿饭钱而已，300、500块钱的价值吧。老板，你这叽里咣当的说的是啥呀？啥家伙不是银的，啥家伙不是古董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如果说吃了，难道还真能摔碎？小伙子，我刚才跟你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是银的，它100%摔不碎。那是，是瓷的，绝对是能摔碎，因为它这个材质它就是瓷的。你看外边在烧制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刷了一层类似于银子的这个金属漆而已。你这不小心啊，你摔到地上，它肯定是会摔碎的。你要是不信，咱俩就打一个赌，你现在抱着往地上一摔，100%它都会碎。啥？
你说的啥家伙？我几十万的股东，我摔碎。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吧？让你抱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别回来一不小心一失手，它绝对是能摔碎的。哎，我看你也啥也不懂，我肯定得小心一点，我得揣怀里这贵重的东西。然后我去买个金店吧。好，你算算也行。哎，你看这个俺老头前儿个去收破烂，收了个白金，你看看管顶几百万。几百万啊！大姨，你这狮子大张口啊！几百万的东西，你这收破烂能收回来吗？那说不定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也不可能收破烂卖给你啊。看颜色还真不像白金，白金一般都发乌，颜色没这么亮，比重要比这个沉。看器型，这也不像过去的古董。这能说说多少钱收回来了吗？这在一本书里头。夹着俺去买破烂，你卖书的，给书里头夹着，这是书的价钱买回来的。俺的邻居一个，看见了，他给500块钱，他想买走，我没有卖的。你没卖就对了，所以说你这是当旧书收回来了，旧书的价格也就几毛钱一斤，我这拖着这个东西一斤只多不少，相当于是不到1块钱的成本买回来了，你这是捡了个大漏。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啊，没有卖是对的。既然恁邻居想出500块钱买走，这说明这个东西啊要远远高于500块钱。那你说的对啊。这我给俺儿一说，搁手机上弄一拍，俺儿一拍，给那网的那个专家，给他一发去，网络专家他说给300万，东西拿去都说钱。同样的一个东西，邻居给500，这价格不用想，肯定是少了。没想到网上专家竟然给300万，这报价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网上有些所谓的专家啊，他们一般都是有他们的套路，无论是啥东西吧，他们都会给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意思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发财了。等你信以为真去找他们的时候，借机啊让你交各种服务费，交的费用也不高，一般都是几千，有的甚至是上万，比着你快到手的300万而言啊，在300万面前，那相当于是那个毛毛雨，所以这种套路不懂了呀，一定要擦亮眼睛了。那你说的都对了，这我跟俺儿，他说去广州回来，回来他说要去，我恐怕他上当，我说的，我劝他，我不叫他回来，我说的。搁占上个地儿，少卖点儿，那真能的，管顶几百万吗？我都卖着你，我少卖点儿，我还比上外地去强啊！大爷，你还真别说，我这一听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人。说实话，我们也就是一个普通收破烂的，如果真能一下子1块钱收几百万的东西啊，第一，你肯定把东西还得还给人家。可以放心的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绝对不是几百万的东西。像你说的啊，它既然是白金。最贵的白金8斤一颗才220，铂金才200，你数量你算一下，你也就1斤呗，500克也都11万左右。小伙子，这还是你时代，你老实告诉我，这真能管顶11万吗？如果是白金啊，差不多市场价也就是这个数，我这大概给你估了一下而已。但是你这东西不是白金，颜色比重都和白金对不上号，我看啊，倒像是银子，你可以清楚的听一下它的声音。这是正儿八经银子的声音，颜色、比重、声音都能对号入座。看器型的话，也不是什么古董，应该是个人熔炼的银条。因为这个银子啊，它的价格比较便宜，看纯度的话，差不多6块钱一颗，1斤的市场价也就是3000块钱，这就是它目前的一个价值。你这3000块钱给这网的专家，这错的太远了。那是。网管报几百万，你这3000块钱，这太低了。哎呀，你这不相信，这我也没办法了。你先让恁儿啊，从广州先不要让他动身，你先去找这个专业人士，搞清楚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相应能值多少钱，自己心里面就清楚了，总比不清不楚带着东西都想卖300万强。来回的路费，包括恁儿的误工费，这都是有代价的呀，你感觉嘞？是的，那你说的对，那我得再找人去看看去。对，第一次下乡收获，没想到我就收到了一个大银锭。我看他啥都不懂，从要价1万，我直接给他砍到500。这一次可发财了。500块钱买这么大个的50两银锭，如果是真的话，你确实发一笔不小的财。一般在过去啊，50两的银锭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属于最大的钱了。你这个字口你看非常清晰，耳朵也非常漂亮，
品相各方面也不错。我很好奇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抱着50两的银锭给你要1万块钱呢？还能有什么样的人？看起来应该是个15、16的年轻人吧。听说他父母都出去打工去了，好像是谈了个女朋友，准备去看电影嘞，然后才卖给我。父母外出打工，15、16岁的话，应该是属于留守的学生。一般这样的孩子，因为父母平时不在身边，严重缺少管教，不然啊，对吧？他不可能，稍微懂点事理的，也不至于拿家里边的东西来变现。不过我看你这个银锭，你这500块钱买的不怎么样啊，你这应该对古玩这板桥吧？我确实有点不太懂，因为我是一个专业收头发辫子旧手机嘞。像这种银锭那都是兼职，反正都是听说挺赚钱嘞。然后我都从1万给他砍到500给收回来了。那听你这样说的话，那你这是属于跨界了，可能收头发辫子、旧手机是你的强项。一般收回来，对吧？都可能赚到钱。对，没有亏过钱。但是有一句话，别人说的非常好，各行如各山。你对这些金如果不懂的话，没有一个专业的师傅带你一段时间的话，你可能多少要走一些弯路。就像你这个银锭一样，你怎么保证它是真的？你怎么保证，对吧？你才能发财嘞？虽然说没有专业师傅带吧，但是我却不是一个笨人。这1颗银子能值多少钱呢？我还是知道嘞。知道。就按1颗10块钱。那这2斤重的银元宝，那也得1万多块钱吧？原来你这账算的跟明镜似的。那照你这样算的话，确实是有钱可赚。但是有2个问题你搞错了。第一个，50两的银锭并不是2斤重，过去清代的1两是36.6克。50两的话应该划到了1800多克，重量现在也就是3斤6两，而并非2斤。第二，这个银价金店卖的是10块钱1克，但是租银的成交价才5块几，而如果按过去银锭的话，50两1克差不多划到了50到100不等，具体啊还得看银锭的品相和它的这个状态。我这个品相好啊，你可以看看。虽然说我啥都不懂吧，但是你看他这个从头到脚，这咋看咋舒服。借你吉言，我这次应该能大赚一笔。哎呀，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如果你这个银锭，是真的啊，卖20多万都不在话下。因为你这个银锭，无论是从器型还是看它的字口，这都是非常完美的。但是2斤重的重量不对啊，这个是很关键性的问题，只能说明你这个银锭它的材质。不是银的，这不可能不是银的呀。那这不是银的，它是啥？不是银的是啥？很有可能是白铜。你看它这个颜色看上去怪怪的，没有一丁点银子的包浆。最关键是银锭的底部，它这个蜂窝，这形成了呀。你看你这个看着一点都不自然。真正的银锭啊，它这个蜂窝是无法造假的。还有就是你这银锭上面的字口也不对，典型的这个电脑体。而且字口你看上去啊都比较浮，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你这是1眼假的东西。归根结底啊，你这500块钱赔的哇啦哇，算是偷鸡不成18米，买个教训。最起码以后你在收这个头发辫子二手机的时候，对吧？你不会碰这些东西了。你这说的真的假的，我都有点不相信。我还是找其他人看看吧。对，找其他人看看也行。其他人说不定也能给你指点个一二。反正以后不懂的东西不要再乱收了，别人赚钱你不一定能赚到钱了。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好好好。